此次练兵，虽然你没能坚持到最后，但应该也有些收获吧？楚风对黎玉儿问道。黎玉儿直接问他得到了多少收获，而并没有问是否得到收获。而他之所以这样问，楚风猜测，那就是黎玉儿已经从这次练兵之中收获了修武之道。既然连他都收获到了修武之道，那他便坚信楚风一定也有所收获，甚至要在他之上。收获的确是有，但是因为后期坚持不住，精神力不够用了，感悟到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少，所以并不是理想。你呢？你的收获应该不少吧？黎玉儿问道。其实练兵这种东西，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步，但是因为体力不支，为了成功的炼制成半成仙兵，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反而忽略了天军练兵谱中的感悟之法。不过哪怕如此，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收获，我想我可以尝试突破真仙境了。楚风说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黎玉儿问道。练兵练了整整3个月，不管魂阴宗是何阴谋，但应当都快达成了，时间紧迫，我必须立刻闭关。楚风说道。现在黎玉儿很是惊讶，他本来是担心楚风的身体，可是看着楚风此刻的精神状态，他也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了。楚风现在的精神状态可谓相当之好，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先前身体被掏空，差一点就活活将自己耗死的人。说做便做，但是根据黎玉儿的经验，5组突破到真仙境会引起不小的轰动，而这个轰动根据所修炼的自伐玄功不同，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黎玉儿之前突破造成的伤势已是非同小可，而楚风修炼的自伐玄功可是神伐玄功，所以在他看来，楚风将要造成的伤势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避免引起魂阴宗的注意，对楚风突破造成影响，这一次黎玉儿不仅拿出了上次那把可以遮盖天雷的伞，还特意准备了其他几样宝物。这些宝物不仅能让天空之上的声势减少许多，同时也能帮助楚风减少那神雷的凶残程度，让楚风突破修为多一点把握。楚风尝试闭关之际，在百炼凡界某处的一片远古丛林之中，却汇集着一大队人马。这群人马正是殷明朝与紫薰衣、赵红等人，他们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一个都不少。就连之前身负重创的殷明朝也是生龙活虎，当日所受的伤势早就痊愈了，但是此刻的他们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忽然之间，大地开始颤动，树木开始显示剧烈的摇晃，但是很快的，随着那震动越发强烈，那一棵棵通天的巨树竟然开始纷纷倒塌。猛然间，一声巨响传来，一道身影自地底之中飞掠而出，来到了半空之上。这一位气息非常之强，乃是一位2品真仙，而他竟是王强。相公，你成功了！见到王强，赵红欣喜若狂地拔空而起，来到了王强身旁。娘子，我已经成功突破，再加上我那天赐神体的力量，魂阴宗宗主的狗命活不了多久了。我们这就去为我兄弟报仇。王强说道。原来当日赵红等人特意返回英雄城，其实就是为了将还在沉睡的王强带走。而在将王强带走没多久，王强便自那阵法之中脱困而出，成功的融合了那天赐神体的力量，得到了天赐神力的王强，修为直接提升到了1品真仙的境界，并且是1品真仙的巅峰境。自从当日那一战之后，楚风便一直没有音讯，是生是死皆是未知。所有人都非常的担心楚风，尤其是当确定魂阴宗宗主竟然没事之后，他们就更加觉得楚风可能是凶多吉少了。可无论楚风是生是死，那罪魁祸首无疑都是魂阴宗宗主，所以王强与殷明朝等人一直在计划如何对付魂阴宗。奈何殷明朝就算伤势恢复，可也显然不是魂阴宗宗主的对手。这种时候，王强提出闭关修炼，因为他这次融合天赐神力，不仅修为到了1品真仙那么简单，就连悟性也是变得极强。身为1品真仙巅峰的他，隐约间感受到了2品真仙的契机，所以他便闭关修炼。今日自然就是他成功突破修为之时。王强小兄弟，恕我直言，就算你的修为突破到了2品真仙，也未必是那魂阴宗宗主的对手，因为魂阴宗宗主他不仅有魂阴大阵的帮助，他所掌握的半成仙兵也是非同小可。殷明朝说道。半成仙兵的力量究竟有多强我不知道，但是我这天赐神体的力量绝不是他那区区魔功可以抗衡的。王强说话之间意念一动，顿时风云变色，在那乌云翻滚的虚空之上，出现了4只长相极为凶恶的猛兽虚影。准确来说，那是4只魔兽，因为他们所散发的气息是那样的冰冷与阴暗。可不管这魔兽如何，当王强释放出这种力量之后，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也是从天而降，覆盖了这方天地。这股气息，而感受到这股气息之后，莫说旁人，就连身为2品真仙的殷明朝与紫薰衣也是目光变得凝重起来。王强一直说他的这股力量乃是天赐神力，可是天赐神力往往是正气逼人，哪怕殷明朝那种类似猛兽一样的天赐神力，虽然看着吓人，可实际上也是散发着一股磅礴的正气。但是此刻王强的天赐神力却是浓浓的阴暗之气，准确来说，倒是与魂阴宗宗主的黑色气焰或者是邪神剑的血色气焰有着相近的感觉。这样的天赐神力可谓相当的少见，可以说王强的天赐神力着实有些诡异。可不管天赐神力如何诡异，此刻王强的气息非常之强，他已经无限的逼近了3品真仙的境界。如此强大的力量，也许真的能与魂阴宗宗主一战。明朝王强的战力如此之强，再加上我们用大阵助他一臂之力，他也许可以胜过魂阴宗宗主。紫薰衣说道。不管行不行，今日我都要去找那魂阴宗宗主算账，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取他的项上人头，为我兄弟报仇。王强满面杀意的说道。好，那兄弟们就让我们今日一起杀上魂阴宗，为我楚风兄弟报仇。殷明朝高声说道。为楚风兄弟报仇，为楚风兄弟报仇，为楚风兄弟报仇。下一刻，
联盟大军的所有人都是振臂高呼起来，声音如雷鸣一般，响彻长空。而这震撼的声音，绝对不只是口号那么简单。这一去，生死未知，他们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而去，是抱着为楚风报仇的决心而去。虽然联盟大军支离破碎，远不如当初的声势浩荡，可剩下的这些人却是一群真正的战士。黎玉儿与楚风所在的宫殿，其实是黎玉儿的一件至宝所化。别看那宫殿内部金碧辉煌，可实际上此刻的二人不过身处在一块石头之内。这块石头被黎玉儿放置于大山之中，看上去非常的不起眼，任凭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块石头会是一件至宝。而在这至宝之中，还藏着楚风与黎玉儿两位修武天才。但是此刻，这片原本荒凉的大山上空，却是出现了耀眼的9色雷霆。那9色雷霆于天空深处涌动，覆盖了这方天际。一眼望去，漫天都是雷霆，在奔腾，在咆哮，在飞舞，变化莫测，时而如同万龙齐飞，时而如同数指巨手，似要撕裂虚空一般。总之，此等场面壮观至极，震慑人心。天哪，那是怎么回事？这方天际所覆盖的居住者，有野心的人，全部都前往了魂英宗，剩下的都是一些没有野心或者是修武资质极差的人。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百炼凡界的最底层，过着平民百姓一般的日子。再加上此处本就是一处荒凉的弹丸之地，附近既没有强大的势力，往日里又没有强者路过此处，像他们这种人哪里见过这等壮观的景象？此刻几乎所有人都被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他们全部都被天空上那遮天蔽日如神龙一般的雷霆所深深的吸引。有欢呼，有尖叫，有兴奋，也有恐慌，但更多的人却是对这一景象感到叹为观止。这应该是天级血脉的人在突破修为吧？我可是听说天级血脉拥有者在突破修为的时候是可以引发神雷的。有一位年轻人说道，这9色神雷的确是天级血脉特有的力量，可是我曾见过天级血脉者突破，但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这样的异象可不像是天级血脉者突破修为那么简单，该不会是天灾降临吧？一位似是有着一些见识的老者说道，天灾降临？怎么会突然有天灾降临？早知如此，我还不如随我家老二一同去魂英宗了。越没见识的人越愚钝，越是愚钝的人越是胆小。听得这可能是天灾降临，一个个的都是吓得鸡飞狗跳，竟然开始收拾东西，拖家带口的向远处逃去。可是这神雷覆盖的天空实在太广，再加上这些人又修为有限，无论是怎么赶路，无论跑了多远，却都只能在那雷霆之下，有一种无论怎么逃都逃不出那雷霆手掌心的感觉。完了，这恐怖的雷霆似乎覆盖了整个百炼凡界，这真的是劫难，我百炼凡界要亡。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觉得是逃不出这场劫难了，竟然有不少人吓得哭天抹泪。尤其当那雷声越来越响亮，连大地都发出嗡嗡的轰鸣，不断的颤动之际，人们更是觉得自己在劫难逃。而实际上，此刻注视着那漫天雷霆的不只是他们这些无知的百姓。此刻在那宫殿之内，黎玉儿正在举头观望。以他这种级别的界灵师，这座特殊的宫殿根本无法挡住他的视线，所以此刻在他眼眸之中的可不是这座宫殿的顶端，而是浩瀚长空以及那9天之上的9色雷霆。但是正因为看到了此刻9天之上的壮观景象，黎玉儿的眼眸之中也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担心。这次的雷霆比上一次要恐怖得多，不知道楚风能否坚持得下来。神罚玄功虽强，但是雷霆的惩罚也着实令人畏惧，这是一般人都无法承受的。黎玉儿说道，上一次楚风突破他是在场的，而上一次的9天之上的雷霆已经让他感到震惊，这一次的雷霆却是上次的数倍之汹涌。黎玉儿担心楚风无法经受这雷霆的折磨，他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扪心自问，如果是他的话，他是无法承受这样凶猛的雷霆。小姑娘，你就别瞎担心了，楚风他一定能成功的。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听到这个声音之后，黎玉儿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在那里有张桌子，在桌子之上坐着一个身穿黑色短裙的少女，这位少女极美，此刻坐在桌子上，一双雪白而修长的美腿还不停地摆弄着，就像是多动症一般，甚是调皮。而这位自然便乃是女王大人。但女王大人要求楚风闭关之时，想在外面观看情况，所以楚风在尝试突破之前，便将界灵之门打开，将女王大人放了出来。小姑娘被女王大人这样称呼后，黎玉儿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女王大人，说道，你才是小姑娘吧？这么多年来，楚风已经从一名稚嫩少年成长为了一名壮硕的青年，可是女王大人却依旧是那少女的模样，未曾有一丝变化。哪怕黎玉儿此刻也是少女的模样，可是与女王大人相比的话，二者之间仍是女王大人更显稚嫩一些。没礼貌的丫头，怎么与本女王说话呢？叫姐姐。淡淡笑嘻嘻地说道，女王大人可向来是一个高傲的人，许多人难入她的法眼，理都不理。但是黎玉儿这个丫头却很讨女王大人的喜欢，与她聊起天来，女王大人也是和蔼可亲。但是因为外貌实在太过稚嫩，再加上美艳实在过人，在黎玉儿看来，女王大人可不是和蔼可爱，而更像是一个调皮的小美女在与她开玩笑，所以她也没有与女王大人继续理论辈分这个问题。你就那么确定楚风能够通过此次的神法？此刻外面的景象简直可怕的令人胆寒，那是真正的末日降临的景象，在我看来，没人能够承受这样的雷霆。黎玉儿说道，不能确定，但是我知道楚风他可以熬过来。其实依照本女王看，自罚玄功这种东西，一般来说不管多么强横，但其实考验的只是精神与忍耐力，而不是用那强大的力量将肉身摧毁。可是楚风的精神力量很强，他的忍耐力也是极强，所以凭借我对他的了解，这神罚玄功不管再如何凶猛，最终
也都会被楚风所克服。对于楚风来说，最需要的是突破修为的契机，领悟更多的修武之道才是关键。至于这所谓的神雷嘛，只要他能够引来这神雷，那么便说明他已经成功突破了。禹王大人说道：“你对他还真是信心满满，但是你是戒灵，你不清楚自伐玄功的玄妙，也不清楚自伐玄功的恐怖。总之，自伐玄功可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李一儿说道。听李一儿这样说，禹王大人则是甜美一笑，也不与其理论。李一儿毕竟是修炼了天伐玄功的人，曾多次亲身体验那天雷的折磨，想必他有他的感受。但不管怎么样，禹王大人都是相信楚风可以熬过那神雷的折磨。其实李一儿说的很对，禹王大人就是对楚风充满了信心。小姑娘，本女王问你一个问题。禹王大人问道。什么问题？李一儿问道。你有喜欢的人吗？禹王大人问道。没有。李一儿回道。那有喜欢你的人吗？禹王大人问道。没有。李一儿回道。那也就是说你没有恋人，也没有未婚夫？禹王大人问道。听得此话，李一儿目光微微变化，问道：何意？那你觉得楚风怎么样？禹王大人笑嘻嘻地问道。什么怎么样？李一儿有些不解。楚风和我说他喜欢你。禹王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李一儿顿时一愣，显然女王大人的这句话让他有些措手不及。虽然女王大人的这句话让李一儿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李一儿也只是惊讶了一下，很快便调整了情绪道：那又如何？我看你对楚风那小子的感觉也还不错，不妨考虑一下和他在一起怎么样？其实楚风那个家伙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我告诉你，楚风的父母都不是一般人，你若是嫁给他，日后也有人为你撑腰啊。禹王大人说道。你想多了，我只是将他当朋友而已，而且在我来看，他也只是将我当朋友。李一儿说道。朋友也是可以成为恋人的嘛，不如等楚风醒来，你就向他告白怎么样？楚风这个小子面子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只能偷偷与我说。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姑娘吗？正所谓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要是开口，那你们两个的良缘也就成了哟。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无聊。李一儿也是聪明之人，很快便意识到女王大人是在忽悠他，于是白了女王大人一眼后，便再度将目光投向天际。在此之后，无论女王大人说什么，这个丫头都是不予理会。不过女王大人面对李一儿，耐心可是出奇的好，竟然一直在李一儿身旁劝个不停。李一儿不理他，他就站在李一儿的眼前去说。李一儿实在是受不了女王大人的胡搅蛮缠，便对女王大人说道：那你为何不与楚风在一起？小丫头，本女王可是戒灵，楚风他是戒灵师，我怎么可能在一起？这是有违天道的。女王大人说道。可是楚风对我说他喜欢你。李一儿说道。胡说，他所见所闻就没有我不知道的，我怎么没见他对你说话这话？女王大人一脸不信地说道。李一儿并未言语，见李一儿不再言语，女王大人则得意洋洋：小样的，和本女王来这一套，本女王是那么好骗的吗？小丫头，你和本女王比还是太嫩哟。是他的目光对我说的。李一儿说道。什么？女王大人美眸流转，目露惊讶之色。目光怎么会说话？我是从他看你的目光中解读出来的。李一儿以一种非常认真的语气对女王大人说道。看不出来啊，你这丫头还真能胡扯。女王大人说道。信不信随你。李一儿说道。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刺耳的轰鸣传来，刹那间九色雷霆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条磅礴无比的九色巨龙一般，携带着那恐怖的威压，刺耳的嘶吼自那九天之上劈落而下，笔直的轰向了楚风。下一刻，这整座宫殿都被那九色的雷霆所覆盖。这一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目光大变，眼中充满了担忧。身处这雷霆之中，她更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神雷的威势。这一次的确比以往每一次都要强横。尽管这雷霆没有对女王大人与黎月造成任何的负担，可是却疯狂地对楚风发动着进攻，那个架势价值就想要将楚风撕裂一般。这种情况之下，楚风的脸庞顿时变得扭曲，在他的脸上布满了痛苦之色。尽管女王大人对楚风充满了信心，可是看到这样的楚风，他仍然还是为楚风感到担心，因为这一次的雷霆的确比之前的每一次突破都要凶残得多。很快的，楚风的肌肤都撕裂了，被那雷霆撕裂燃烧之后，如同焦炭一般，不仅面目全非，更是散发着似是疼痛难忍。楚风竟然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那声音惨不忍睹。楚风见到这一幕，女王大人反而最先坐不住了。可女王大人刚想上前去，便被黎月儿抓住胳膊拦了下来，不要打扰他，他这雷法与众不同，若是稍有不慎，怕是要魂飞魄散。黎月儿说道。听得黎月儿这样一说，女王大人也忽然想起来，楚风的也说过，这神罚玄功引来的乃是神级劫难，当这神罚降临的时候，要么承受住考验，要么魂飞魄散，不成功便成人。有帮他的办法吗？女王大人向黎月儿问道。他是真的慌了，任凭他平日里是一个较为沉稳的性格，可是关系到楚风生死，他顿时就变了一个人。想到黎月儿修炼了天罚玄功，并且见识极广，也许他知道帮助楚风的办法。不行，这神罚玄功太强了，我所谓楚风布置的宝物都没有发挥出什么效果，这样的神罚玄功没人可以帮他，能否突破完全只能靠他自己了。黎月儿说道。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反而更加担心了，但是因为怕影响楚风，他反而变得更加安静。但所幸这霸道的并未持续太久，很快的那凶残的雷霆声势开始减退。不用担心了，他挺过来了。黎月儿说道。你确定？女王大人问道。尽管那雷霆的力量在减退，可那雷霆毕竟还在折磨着楚风，楚风的脸上还挂着那痛苦的神色，看来你对他也不是那么自信嘛。不过可以理解，爱之深，关之切，越是在乎，越是担心吧。黎月儿对女王大人笑着说道。这个丫头居然在嘲笑女王大人，但是女王大人却也懒得理会她。此刻女王大人的眼中只在乎楚风的安危，而单凭这一点，其实黎月儿说的倒也没有错。但是好在
就如同黎玉儿所说一般，楚风似乎真的承受住了这次考验，那雷霆的力量越来越弱，就连楚风那焦黑的肌肤竟然开始脱落，浮现出新的肌肤，如同新生一般。当雷霆消散之际，楚风已经变成了完好无损的模样，而楚风眼眸睁开之时，便意味着楚风他真的已经成功了。此刻的楚风已经不再是一位无祖，他是真仙，一位真正的一品真仙。好样的，本女王就知道你肯定能够挺过去。见楚风成功，女王大人兴奋地跑到了楚风近前。此刻的女王大人全然没有了先前的担心，洒脱自然，就仿佛一开始就预料到楚风一定会成功一般。这一次的突破还真是有些难熬，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楚风感受着自己此刻的力量，也是异常的兴奋，这才是真正的苦尽甘来。而在与女王大人寒暄片刻后，女王大人便进入了界灵大门之中，回到了楚风的界灵空间之内。这一刻，楚风才发现黎玉儿正用那有些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怎么了，丫头？干嘛这么看着我？莫非不认识我了不成？楚风问道。没事，还是你的界灵了解你。黎玉儿说道。为何这样说？楚风问道。你去问他吧。黎玉儿说道。我的女王大人，你与那个丫头说了什么？楚风立刻向女王大人问道。没事，不过你可以放心的对这个丫头展开追求了，相信我，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女王大人笑嘻嘻的说道。听女王大人这样一说，楚风则是有些懵了，这二人所说的话显然不在一条线上吧。悄悄告诉你，别看你闭关突破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快，但是黎玉儿那个丫头可是与我说了不少知心话，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她喜欢你。女王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更加惊讶了，但是很快的，楚风的脸上便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道。我的女王大人，你这种小把戏骗别人还行，但骗我，你可就选错人了。出于对女王大人的了解，楚风确定以及肯定女王大人一定是在忽悠他，爱信不信，机会给你了，把不把握得住看你自己。女王大人傲娇的说道。这件兵器也终于可以认主于我了吧？楚风说话间来到了那神龙血尺的近前，一把将这件神龙血尺握在了手中。下一刻，这神龙血尺便爆发出磅礴的力量，瞬息便将楚风包裹在了其中，而是一众金色的气焰，但却散发着一点点淡淡的红色。此刻，这种气焰将楚风封锁包裹，烈焰升腾，就像是在燃烧楚风一般，气势逼人。这兵器见到这一幕，黎尔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虽然这是楚风炼制的半成仙兵，但目前却是无主之物。楚风想要让他为自己所用，就必须征服于他。而现在，神龙血尺展现出了强烈的抗拒之意。这件兵器性子极烈，比预想的还要难以征服。那气焰的气势很凶，就像是要将楚风燃烧掉一般。但是很快的，那气焰开始消退，准确来说是被楚风所吸收了。这气焰正在与楚风融合。看到这一幕，黎儿才松了一口气。尽管这神龙血尺起初很是抗拒楚风，但是现在这个架势，楚风显然是成功的，收服了这神龙血尺。本来以为会是臣服于主，毕竟是我亲手打造的，他没有想到啊，这神龙血尺这么倔强，收服你还真是费了我不少力气。楚风一边摆弄手中的神龙血尺，一边笑眯眯地说道。以往他征服兵器都是臣服于主，而那种情况下，多多少少楚风也会获得兵器给予自己的力量，对修为多多少少有着一些帮助或者提升。但是今日他虽然也让这神龙血尺认主于自己，但却并非是臣服于主。半成仙兵可都是有生命的，你最好不要与他说那些激怒他的话，否则就算他会为你所用，也不会将全部力量托付于你。黎儿提醒道。明白。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神龙血尺道。好歹是我亲自炼制而成的兵器，我一定会善待于他，给他起个名字吧。黎儿说道。就继续叫他神龙血尺吧，毕竟他这个样子更像是一把尺，而不像是一把剑。楚风苦笑着说道。本来他与黎儿是计划将神龙血尺炼制成一把剑的，但是因为定制外形的步骤被楚风略过，导致神龙血尺还是之前的模样，根本不像一把剑。也行，黎儿说道。对了，准备什么时候去大千上界？楚风问道。现在就准备走，你要与我同行吗？黎儿问道。怕是不行，我还要去找魂婴宗算账。楚风说道。你虽然成功突破，但只是一品真仙，就算你掌握着那样强横的秘籍，但是只凭借你现在的修为，未必会是那魂婴宗宗主的对手。难道你还想用那魔兵的力量？黎儿问道。放心，我无需动用魔兵的力量，这次也一定可以让魂婴宗覆灭于我的手中。楚风非常自信地说道。而也正因为他的自信，所以此刻的楚风也很兴奋。早在抵达百炼凡界之前，他的父亲楚轩辕便交给了他一个任务，那就是灭掉魂婴宗。但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一直没有达到可以灭掉魂婴宗的地步，又急于灭掉魂婴宗，所以楚风便放弃了自己灭掉魂婴宗的打算。在联盟大军集结的时候，楚风便觉得会灭掉魂婴宗的是英明朝，毕竟那个时候英明朝是联盟大军中实力最强的。但没有想到魂婴宗宗主那样强横，连英明朝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当楚风的修为踏入真仙境之后，当感受到此刻自己的力量之后，楚风便有着绝对的把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便灭掉整个魂婴宗。这样一来，他父亲交给他的任务也得以完成了。虽然楚风现在的年龄也已是30有余，可是相对于魂婴宗任务，那不可以超过40岁的年龄限制，楚风的年纪可谓是绰绰有余。而只要楚风完成了这个任务，那对楚氏天族来说就可谓是一种羞辱。毕竟灭掉魂婴宗的任务是楚氏天族为其族内小辈所设置的，可因为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并非只是孔氏天族小辈便可以，还有着年龄只要超过40岁便不可以做这个任务的严格限制，便导致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一个小辈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还有许多小辈惨死在了魂婴宗的手中。
魂阴宗这个在百炼凡界的魔教组织，若与大千上界上的势力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可是他却成为了处世天族无数小辈眼中的噩梦，甚至成为了不敢去触碰的禁忌。而楚风是什么人？是被处世天族抛弃的废子。楚风的额头之上，现在还留着那个处世天族亲自烙印在他额头之上的废子。若是楚风这个处世天族眼中的废物完成了这项任务，那自然便是对处世天族一种极大的羞辱。既然你执意要去，我也不拦着你，那我们就此道别吧。李玉儿说道。希望日后还能再会。楚风淡淡的笑道。会的吧，只要你我都还活着。李玉儿说道。一定会的。楚风说道。随后楚风便在此处与李玉儿分道扬镳。李玉儿前往了那通往大千上界的传送阵法，也就是所谓的登天梯，而楚风则径直的前往了陈氏天城，那个现在魂阴宗的大本营。楚风非常想知道，魂阴宗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到底是有何阴谋？陈氏天城早在当日英明朝与魂阴宗对决的时候，便被摧毁的彻彻底底。但是现在陈氏天城不仅重现浮现在众人的眼前，并且比之前还要庞大了数倍。这座城池之大，简直超乎想象。哪怕站在虚空之上向下俯视，可也只能看到这座城池的冰山一角。这座城池足以容纳百炼凡界的所有生灵。不过别看城池扩大数倍，但是除了城墙之外，并没有其他建筑。准确来说，这只是一个建造了城墙的空城。可是眼下这座空城却并不空荡，相反，这座城池内部热闹非凡。一眼望去，在这城中密密麻麻的，都处都是身影。可是那不是蚂蚁，而是人类。事实上，不仅是人类，还有许多妖族之人，人数太多了，根本就看不到尽头。一眼望去，四处都是攒动的人头，仿佛延伸到了天边一般。这是一片浩瀚无边的海洋，由人类的肉身所汇集而成的人之海洋。这样的场面，哪怕是壮观二字也是难以形容。虽然并非百炼凡界的所有人都聚集到了这陈氏天城之中，但是至少百炼凡界90%的人都来到了这里。现在这些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兴奋的期待，他们都期待着那魂阴大阵开启，赐予他们修武之道，让他们的修为更上一层楼。魂宗主，该来的人都来了，剩下的未来的都是不想来的。你这魂阴大阵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佛光天寺的方丈催促道。不要着急，有些人还在路上，待他们全部赶到，魂阴大阵便会开启。诸位尽管放心，魂阴大阵会赐予你们所有人力量，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从魂阴大阵之中得到受益。魂阴宗宗主用那响彻八方的声音对众人说道。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魂阴宗宗主的身影，但却是所有人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魂阴宗万岁，宗主大人万岁。不知道是谁先喊出的这一句话，很快的所有人便都跟着呼喊起来。亿万人族与妖族之人，密密麻麻的人群同时呼喊一句话，这等场面当真是壮观至极，震撼人心。但同时这也很可悲，毕竟魂阴宗可是一个滥杀无辜的魔教势力，这种魔教势力本应该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是现在这魂阴宗竟如同神灵一般，受百炼凡界的众生所尊敬所崇拜，怎不可悲？魂阴宗今日必然灭亡。忽然之间，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在天际响起，竟把亿万人齐声高呼的声音给硬生生的压了下去。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现在的魂阴宗可谓是所有人提升修为的曙光，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话。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英明朝，我就知道你还是会来。就在此刻，魂阴宗宗主笑眯眯的将目光看向了远方的天际。在场的人修为有限，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远方的，但是魂阴宗宗主毕竟是2品真仙，以他的实力，可是距离自然也是极远，所以他已经看到了那群正在向他们这陈氏天城赶来的联盟大军。而很快的，英明朝所率领的联盟大军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内。英明朝，真的是他们？什么？是英明朝来了？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尽管不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英明朝他们，但是通过其他人的传话，所有人都知道是英明朝他们来到了这里。英明朝，你当日所受的屈辱还不够吗？竟然还敢来捣乱！仗剑仙门的掌教对英明朝说道。善哉善哉，英施主，你这是何必呢？佛光天寺的方丈也是站起身来，话语之中充斥着一丝讽刺。英明朝，当日宗主大人已经放你一马，你竟然还来捣乱，怎么有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讽刺英明朝等人，他们都是不明真相的人。首先他们相信魂阴宗真的会帮他们，其次他们并不知道当日魂阴宗宗主暗中去追杀英明朝等人的事情。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当日英明朝率领联盟大军来攻打魂阴宗，但是却被魂阴宗宗主击败。但是魂阴宗宗主并没有难为英明朝，反而将英明朝放走了。所以在他们看来，英明朝他们今日还来捣乱，就是死缠烂打，就是死不要脸。自然而然的，有些看不起英明朝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有人开始抨击英明朝他们。若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英明朝大人竟是这样一种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讽刺英明朝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没有经历当日之事的人，甚至那些根本就没看到英明朝的人，也开始讽刺英明朝。一时之间，无数人眼中的大英雄竟然成了众矢之的，成为了众人所厌恶、所攻击，甚至所仇恨的对象。真是愚蠢！看着这群善变的嘴脸，英明朝的脸上涌现出了深深的厌恶，人情冷暖。英明朝已经见过很多了，但是今日这一幕却是让他非常的寒心。毕竟眼下抨击他的许多人，之前也是崇拜他、仰慕他的人，可只因为利益，他们便立刻改变了态度。而这种态度的转变，着实令他感到心寒。
魂英宗宗主是吧？我兄弟楚风现在在何处？就在此时，王强自联盟大军之中走了出来，站在了联盟大军的最前端。可是王强这句话问出之后，魂英宗宗主却根本就不予理会，因为在魂英宗宗主看来，就算王强在百里凡界有些名气，但是还根本不够格与他对话。现在联盟大军中的那些人里，够格与他对话的也只有殷明朝而已。而见魂英宗宗主不理自己，王强则是直接将一把大刀抽了出来，指着魂英宗宗主大喝道：“爷爷问你话呢，少在这装聋作哑，快回答！”这王强的气息，王强这次开口，魂英宗这边的所有高手都是神色一动，哪怕魂英宗宗主再度看向王强之时，眼中也是充满了意外与凝重。他们能够感受到王强的气息竟然是2品真仙，并且他们也注意到，别看王强手中的兵器看着像是一把菜刀一般，但实际上那是一件祖兵，并且还是一件极品祖兵。你是问楚风？楚风当日不是与殷明朝一起走了吗？他在何处？我哪里知晓？你若要问，也应该问殷明朝才是。魂英宗宗主一脸糊涂的说道：“装傻是吗？好，我就打到你给我说实话。”王强懒得废话，说话之间便举起手中的窃菜之刃，随后猛然劈落而下，对着魂英宗宗主便是一刀斩击，一刀斩出，从天上至地下，连空气都被斩切成了2段。这道强大的斩击可谓是真正的劈天斩的，径直的掠向了那人深人海，聚集着亿万生命的陈氏天城。这道斩击若是成功的攻入陈氏天城，定会让无数人丧命。但是王强可不管这些，他只想替楚风报仇，根本就不在乎那群愚蠢之辈的死活。可就在此时，魂英宗宗主却同样亮出祖兵，挥手之间便发出一道斩击，在陈氏天城之外，便将王强的攻势给拦了下来。想对付我，直接冲我来，休要伤及无辜！魂英宗宗主大声喝道。说这话的时候，竟然隐隐间有着一抹怒意。听得此话，那些先前被王强攻势所笼罩，觉得自己大难临头的人，一个个的感动得热泪盈眶，竟真的都把魂英宗宗主当成了一个为他们考虑的大英雄。你倒是会装，很好，老子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王强倒也不客气，见魂英宗宗主这般爱装腔作势，这么爱在众人面前演戏，他干脆再度挥动手中的切菜之刃，连续出数道斩击。而这次王强所发动的斩击威力虽然与先前那道斩击相差不多，可是攻击范围却是先前那道斩击的数倍，并且这次所发动的数道斩击没有一道是攻向魂英宗宗主的，这数道斩击全部都是向陈氏天城内那些人劈斩而去。王强就是要看看这魂英宗宗主到底能演到什么时候。而魂英宗宗主也是反应极快，在王强出手的之后，他便连续出手，同样数道斩击自其祖兵之中飞掠而出，伴随着道道轰鸣响起，他竟然真的将王强的数道斩击全部阻挡下，成功的避免那些无辜之人受伤。王强，你真是太过分了，竟然想要滥杀无辜！今日我魂破渊就替百炼凡界的众生除掉你这个祸害！魂英宗宗主手握祖兵，竟主动向王强攻了过去。但是在攻向王强的同时，他还给自己扣上了一个大义凛然、为正义而战的帽子。我是祸害。我王强居然被一个祸害称为祸害，他奶奶的！见过卑鄙的，也见过无耻的，但是老子还没见过像你这般卑鄙无耻的。无所谓，我王强才不在乎世人如何看我。今日我就是要杀了你，为我兄弟报仇！王强也不甘示弱，手持切菜之刃，便与魂英宗宗主站在了一处。而2位2品真仙站在一处，哪怕没有施展特殊的武技，但却也立刻掀起了滔天的威压，站得惊天动地。他便是王强，就是楚风的那个朋友，被誉为百炼凡界最强天才之一的那个王强。难怪他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一位2品真仙，这等天赋当真惊人。虽然实力滔天，可是人品却是太差，先前竟然想要杀我们。楚风有这样的朋友，可以看得出来，楚风也不是什么好人。哼，那个楚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当初魂英宗昭告天下，魂英大阵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修为的时候，楚风就非要说那是一场骗局，还说我们都被利益蒙蔽了双眼，骂我们愚蠢。哼，当初魂英大阵帮助陈氏天族族长提升修为的时候，我们都是清清楚楚看见的，那是事实，根本就不是骗局。那楚风只因为与魂英宗有过节，竟然就那样颠倒是非，说魂英宗的坏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是啊，之前还传闻楚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现在来看一切都是假的。对，事实胜于雄辩，那楚风的英雄事迹都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都是演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可畏啊。当王强出手之后，人们更加觉得王强与殷明朝等人是一群伪君子，甚至就连楚风也成为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没关系，我们有魂英宗宗主为我们做主，今日他们这群人面兽心的伪君子都将必死无疑。更可气的是，那些家伙竟然真的把魂英宗宗主当成了救世主，都打心眼里希望魂英宗宗主将王强击败。天哪，我看怎么情况不对？那王强好像占据了优势，但是也有实力强悍之人发现此刻2人凭借祖兵对战，取得优势的竟然是王强。什么？那个王强占据了优势？这不可能，他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胜过魂英宗宗主啊！宗主大人，他可是连殷明朝都能战胜的人，因为在场众人修为有限，所以他们只能凑凑热闹，根本就看不清天空上的形势，他们只能看到那涟漪涌动，威压滔天，二者斗得天昏地暗，根本就看不见2人的身影。但是根据魂英宗宗主曾战胜过殷明朝的战绩，便自顾自地认为这一战必定是魂英宗宗主取胜，眼下占据优势的也一定是魂英宗宗主。这家伙怎么如此强横？
旁人看不清局势，但是如佛光天四方丈以及仗剑仙门掌教，可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清楚地看到，王强光着膀子，穿着草鞋，手提一把如同菜刀一般的兵器，在虚空之上胡乱舞动。可是就是这种看似乱来的攻势，竟然硬生生地将魂婴宗宗主压制住了。此刻的魂婴宗宗主只能不停地防御，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被王强的攻势压制得死死的。甚至魂婴宗宗主一个大意，左臂竟然被王强砍了一刀，立刻鲜血飞溅。王强兄弟这战力果然非我辈可比。眼见着王强占据了优势，殷明朝与紫薰衣等人则是大喜。现在无论是王强还是魂婴宗宗主，二人都没有使用其他辅助手段，完全就是凭借二品真仙的修为以及各自的祖兵在交手。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说都会是旗鼓相当，可是王强却这么快就占据了优势，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同为二品真仙，但是王强的战力却是远远强于魂婴宗宗主的。噗嗤，忽然之间，王强又是一刀劈斩而下，这一刀落在了魂婴宗宗主的右腿之上，而这一次力道太强，竟硬生生的将魂婴宗宗主的右腿劈斩而下。哈哈，废物，你也不过如此！王强讽刺的大笑起来。而此刻，魂婴宗宗主的脸上也涌现出了无比愤怒之色。他是被王强气的。王强从一开始与他交战的时候，那张嘴就没闲着，一直在不停的羞辱于他。他起初并未放在心上，因为他觉得王强就算是二品真仙，可是王强的实力也不可能会比殷明朝强，而连殷明朝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么像王强这样的家伙，他自然也可以轻易战胜。可是当他被王强压制之后，王强对他的所有羞辱就都成了事实，他竟然真的成了王强口中的废物，这让他难以接受。布阵！忽然间，魂婴宗宗主大喝一声，而他此话一出，魂婴宗的众人便像是早有准备一般，立刻释放出阵法。只不过这一次，因为魂婴宗宗主并没有施展魂婴魔功，所以魂婴宗众成员所释放的那些暗黑色的气焰，并没有融入虚空，而是直接化作一道道暗黑色的气焰，融入了魂婴宗宗主的体内。怎么了，废物？斗不过你王强爷爷，就找他人帮你啊！王强讽刺的大笑起来。阵起，而几乎就在魂婴宗众人使用阵法帮助魂婴宗宗主提升修为的时候，早有准备的紫薰衣与赵红等人也是使用立刻施展出了当日那帮助殷明朝提升实力的阵法。不用，可是那阵法刚刚运转，还未将众人的力量融入王强身上的时候，王强却是摆了摆手，他竟然拒绝紫薰衣等人的阵法援助。这一幕莫说让紫薰衣等人不解，就连魂婴宗的众人也是不解。废物，看到了吧，你王强爷爷收拾你根本不用他人帮忙，不像你这个孙子这么没出息，居然找来那么多帮手。帮就帮吧，一个个的还哭鸡鸟嚎的，哭的还他妈跟婴儿似的，不恶心。王强讽刺地说道。而面对王强的讽刺，魂婴宗宗主也不反驳，因为当得到魂婴宗众人的阵法支持之后，他的战力已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刻的他已经使用出各种攻击手段，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实力让王强闭嘴。可是奈何，他惊愕地发现，王强的战力竟然强到令人发指。哪怕他得到了魂婴宗众人的阵法支持，战力已经提升许多，但竟然仍然不是王强的对手。废物，你以为凭借那些废物的帮忙，你就能斗过你王强爷爷吗？你太异想天开了，你王强爷爷只是在陪你玩，若是动真格的，分分钟就将你剁成肉酱。王强说道。你这该死的克吧，本宗主还没有使用出全力，你少在这里得意忘形。现在本宗主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宗主的力量。终于，魂婴宗宗主受不了王强的羞辱，不仅破口大骂，说出了脏话，更是在其开口之时，自其体内释放磅礴的暗黑气焰，直冲天际。一时之间，浩瀚虚空不仅被那暗黑色的气焰所覆盖，那无数婴儿凄厉的哭声也是弥漫开来。魂婴宗宗主已经使用了魂婴魔宗，这一能与天赐神力抗衡的力量。受死！力量提升，魂婴宗宗主便向王强发动了攻势。呵呀！可就在这时，只见王强大喝一声，刹那之间，在他的身体之上便涌现出了4种气焰。与此同时，那原本被暗黑色气焰所覆盖的虚空，竟然出现了4只长相狰狞的猛兽。那猛兽太过恐怖，散发的气息也是冰冷至极。尽管那4只猛兽只是虚影而已，连一声怒吼都没有发出，但是在声势之上，他们却盖过了那漫天的黑色气焰，盖过了那漫天的婴儿哭声，令人心惊。而在王强那天赐神力的力量释放而出之际，魂婴宗宗主的攻势已然略至。按理来说，如此距离之下，王强已是闪避不及。可只见王强猛然抬手，他手中的窃才之刃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来到了他的身前。只听当的一声，王强的窃才之刃不仅将魂婴宗宗主的攻势挡了下来，竟然还将魂婴宗宗主震得连连倒退。魂婴宗宗主在虚空之上倒退数步之后才稳住身形，而此刻在他的脸上布满了吃惊。按理来说，先前那一击应该必中才对，可是不仅没有击中，自己竟然还被震退，这让他难以接受。我说，孙子，你不是让爷爷见识你的力量吗？你倒是让爷爷见识一下啊！王强讽刺地说道。魂婴宗宗主恼羞成怒，轻哼一声，便再度向王强攻来。可是无论是近身的攻势，还是远程的武技，竟都被王强轻易的破解。他根本就无法伤到王强，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王强击退。这种情况让他相当的难堪。是那诡异的东西在渐渐冷静之后，魂婴宗宗主也是注意到了王强身上那4种诡异的气焰，随后抬头观望，也是注意到了虚空之上那4只气势磅礴的猛兽虚影。这一刻，魂婴宗宗主也是眉头紧皱，他发现王强此刻所释放的力量竟然比他的魂婴魔功还要恐怖。你修炼了禁忌魔功？魂婴宗宗主问道。魔功？你爷爷这叫天赐神力，
王强讽刺地说道：“你唬谁？这叫天赐神力，天赐神力不可能是这种气息。”魂阴宗宗主说道：“他根本就不相信王强此刻所释放出的力量会是天赐神力的力量，因为自身修炼了魔功，所以他坚定地认为王强修炼的也是魔功。因为在他看来，王强此刻所释放的力量，无论是杀气还是戾气，都比他所释放的要强大得多。没感受到过这种气息，只能说明你见识短。”王强说道：“你休要狂妄，就算你修炼了禁忌魔功，可我今日也必定要除掉你这个祸害。”魂阴宗宗主手腕一转，竟将手中的祖兵丢下。对于这一举动，无论是佛光天四方丈还是仗剑仙门掌教，都是目露不解之色。现在的魂阴宗宗主都不是王强的对手，若是丢掉祖兵，那显然就更无胜算了。而就在他们心有疑虑之际，魂阴宗宗主的手腕之上则多出了一把金色的匕首，这股气息，那莫非是半成仙兵？当看到此刻魂阴宗宗主手中的兵器之后，他们则恍然大悟。而此刻魂阴宗宗主手中的金色匕首，自然便是那半成仙兵龙鳞匕首。终于最后的底牌了吗？这半成仙兵的气势果然不凡，但老子今日还是要杀了你！当魂阴宗宗主亮出半成仙兵之后，王强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认真。因为当那半成仙兵出现之后，魂阴宗宗主的战力的确提升极大。此刻的魂阴宗宗主已经有了让王强郑重对待的实力。来吧，让爷爷看看你这半成仙兵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虽然王强认真起来，可是他却也变得兴奋起来，竟然手握切菜之刃，主动掠向了魂阴宗宗主。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感受一下半成仙兵到底有多料的。哼，无知小儿，当你知道我这仙兵力量之时，就是你的死期！魂阴宗宗主冷哼一声，手持龙鳞匕首便攻向了王强。二人想法一致，想要用最羞辱的方式杀掉对方，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使用武技，而是各自手持兵器，选择了近身交战。一个是祖兵，一个是半成仙兵，二者交织，不仅溅起了道道火花，更是掀起了道道强横的能量涟漪。而令人惊叹的是，这本该立刻分出胜负的交战，竟然是胜负难分。王强竟然凭借着那如同菜刀一般的祖兵，硬生生的与魂阴宗宗主那半成仙兵战得难解难分。王强兄弟，好事厉害啊！这一刻，就连殷明朝也忍不住称赞起来。他非常清楚，王强那祖兵就算再极品，也根本不可能是魂阴宗宗主那半成仙兵的对手。尤其是殷明朝，他还与魂阴宗宗主那半成仙兵较量过，甚至那半成仙兵的厉害。而眼下，王强能够做到以祖兵斗仙兵而不败，只凭借一点，那就是自身战力过人。王强是用自己的战力弥补了自己兵器的不足，如此强横的战力，让人怎能不惊？我说孙子啊，你这半成仙兵也不行啊，怎么斗了半天，你也不是爷爷的对手啊？你这半成仙兵，该不会是假的吧？王强一边与魂阴宗宗主大战，但是这货的嘴却也不闲着，不停地羞辱着魂阴宗宗主。魂阴宗宗主气得脸都青了，但他却不说话，只是不断地向王强劈斩而去，每一次都对准王强的要害，可见他对王强是多么的憎恨。奈何他的所有攻势都被王强挡了下去，就是无法伤到王强，这让魂阴宗宗主更加的愤怒了。自己这可是半成仙兵啊，怎么连一把祖兵都压制不住？然而就在这时，王强的攻势忽然加快，那魂阴宗宗主竟然猝不及防，随后只听噗的一声，一道鲜血飞溅而出，魂阴宗宗主竟被王强砍中，整个左肩都差点被砍了下去。见此一幕，在场的高手皆是目光大变，一个个的惊讶的张开了嘴巴。同为二品真仙，王强竟然用一把祖兵砍伤了手持半成仙兵的魂阴宗宗主，不可能！魂阴宗宗主看着自己左肩上那血肉翻腾的伤口，竟然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他真是不能接受，毕竟他明明已经施展出了半成仙兵的威力，各方面战力都得到了提升。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斩杀王强也就罢了，怎么还会被对方击伤？而就在这时，王强则是手持切菜之刃，向魂阴宗宗主发动了疯狂的攻势。魂阴宗宗主不信邪，再度迎战而去。可是这一次，他败得更加彻底，几个回合下来，他就浑身是血，满身伤痕。这种情况下，魂阴宗宗主就算再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敌王强的事实。于是他赶忙暴退，与王强拉开距离。见魂阴宗宗主转身逃脱，王强却也并没有追，反而是得意的大笑，讽刺的道：“果然是废物啊！就算你拿着半成仙兵，也仍然是一个废物。我说废物孙子，就你这样还想斩杀你爷爷呢？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要不要你爷爷让你一只手的呀？这样吧，你爷爷让你两只手，两只脚的吧？你爷爷干脆不还手，就站在这里让你砍吧！死磕巴，你给我闭嘴！”终于，魂阴宗宗主开口了。此刻的他愤怒无比，一双眼睛仿佛都能喷出火焰来。莫说脸上，他的浑身上下所有肌肤之内都是青筋暴起，甚至他已经被气得瑟瑟发抖。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因为他发现他真的是斗不过眼前的王强。可就在这时，魂阴宗宗主忽然心中一紧，他惊愕地发现他的掌心之上出现了一些东西，服下他。而就在这时，一道暗中传音也是映入魂阴宗宗主的耳中，那是处世天族那位老者的声音。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魂阴宗宗主顿时大喜，赶忙看向了自己的手掌。那位老者神通广大，若是他帮自己，不管这王强如何厉害，都将败在自己的手中。可是魂阴宗宗主这一看，却顿时神色一滞，愣在了那里。在他的掌心有着足足几十颗丹药，那丹药体积不大，每一颗只有寻常珍珠1/10的样子，丹药为金色，别看金芒璀璨，但是它所散发的气息却是与众不同。魂阴宗宗主一眼就看出那是禁药，并且是一种药性极强的禁药。
服下他。就在这时，那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然而魂阴宗宗主却并没有照做。他非常清楚，这种禁药要是全部服下，那可是必死无疑的。服下此丹，老夫保你不死。你若不服此丹，就连老夫也救不了你。那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其实魂阴宗宗主很清楚眼下的形势，因为身份的关系，那位老者就算实力滔天，但也不能出手帮他。若要胜过王强等人，他只能靠自己。若是服下此丹，他便可以战胜王强。可是若不服下此丹，那他便只能被王强斩杀，与其直接被斩杀。这样来看，显然服用禁药是眼下的最佳之选。但是哪怕明知道如此，他仍是不敢服下这些禁药，因为他知道，只要服下这些禁药，可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没有回头之路。怎么斗不过你爷爷了？就要服用禁药了是吗？我说孙子啊，你看看你这点出息，真是让你爷爷看看看不起。算了，你服下吧，你爷爷倒要看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王强讽刺地说道。他虽然也看出来那是禁药，可他却没有出手去阻止，因为王强根本没将这些禁药放在眼中。在他看来，就算魂阴宗宗主服下这些禁药，也不可能战胜自己，因为此刻的王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战力究竟有多强。正因为了解自己的实力，所以他才会如此自信。服下呀，你爷爷叫你服呢，你怎么不服？乖孙子，快点服下禁药，再来与你爷爷一战。见魂阴宗宗主犹豫不决，王强讽刺的大笑起来。死磕巴，给老子闭嘴！魂阴宗宗主愤怒的大喝一声，随后他竟然手臂一抬，直接便将那满手的金色的禁药全部丢入了口中。他真的是快被王强气炸了，而也正因为被气得恼怒无比，他才有勇气服下这些禁药。毕竟这些禁药能够帮助他狠狠地教训王强，让他得以发泄心中的怒火。而就在那禁药入口之后，魂阴宗宗主的身体之内便传来了一声轰响，如同是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爆炸了一般。紧随其后，他的身体之内便绽放出了金色的光芒。那金色的光芒可不是散发出来的那么简单，更像是自其骨子里释放而出的金芒。很快的，魂阴宗宗主的皮肤开始脱落，化作了血肉模糊，却又散发着金光的血肉之躯。但随着皮肤全部脱落之后，他的肌肉竟也脱落，到了最后，他便只剩下了骨头。他的骨骼之上有着一个个圆形的小珠子，是那珠子散发的金色光芒。而仔细观看，那珠子其实就是先前魂阴宗宗主所吞服而下的金色的禁药。只不过眼下那些金色的禁药已经与魂阴宗宗主融为了一体，那更像是魂阴宗宗主的一部分。可就算是金光闪闪，此刻的魂阴宗宗主看上去也是恐怖至极，毕竟他连肉身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副骨架而已。可就在这时，魂阴宗宗主却是大笑起来，他笑得非常的疯狂，疯狂到让人有些难以接受。最重要的是，他此刻的模样配上这种笑声，无论怎么看都是有些恐怖。怎么了，孙子？禁药吃的太多，变傻了不成？王强讽刺地说道。我为何笑？你马上就会知晓。魂阴宗宗主对王强说道。忽然之间，魂阴宗宗主突然动了，他这一动速度极快，笔直地向王强飞掠而来。这家伙这一刻就连王强也是神色大变，因为魂阴宗宗主只在眨眼之间便来到了王强的身前，那龙鳞匕首已是对着王强劈斩而下，速度之快令王强也是猝不及防。不过王强也不是吃素的，在这紧要关头仍是奋力地举起手中的切菜之刃，声鸣交织，火花四溅。王强成功地将这道斩击给挡了下来。可是王强在挡下这道斩击之后，却被击退数米开外。再看他手中的切菜之刃，竟然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凹痕。不仅如此，他那只握着切菜之刃的手臂也在剧烈的颤抖。这个家伙的力量竟然提升这么多！这一刻，王强顿时心中一沉。虽然早就知道禁药能够帮助魂阴宗宗主的修为提升，但是王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禁药的药性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现在的他似乎已经不是魂阴宗宗主的对手了。死磕巴，来啊，来与本宗主一战！魂阴宗宗主站在原地，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如同先前王强羞辱他一般来羞辱王强。嘿嘿，乖孙子，别以为这样你爷爷就会怕了你。然而王强却也并未退缩，身形一动，瞬息消失不见。而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已是那魂阴宗宗主的头顶，手中的切菜之刃正对着魂阴宗宗主的脑袋便劈了下去。可是就在王强这道斩击将要得逞之际，只见魂阴宗宗主突然抬手，竟将龙鳞之刃横在了头顶，随后猛然一挥，只听当的一声，王强便再度被击退开来。这一次王强那紧握切菜之刃的手臂颤抖得更为厉害，甚至自其掌心正有大片鲜血在不断溢出。王强兄弟，快接受这阵法的力量！这一刻，殷明朝大喝一声，他几乎就在殷明朝说话的同时，那汇集了紫薰衣、赵红、殷明朝等联盟大军众人力量的大阵已是融入了王强的体内。当大阵融入之后，王强的战力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就在王强获得那阵法的力量，战力得到提升之后，那魂阴宗宗主竟主动的攻了上来。而面对此等情形，王强也是没有退缩，同样是迎了上去，想与魂阴宗做宗主进行最后的对决。因为他很清楚，现在的他除了尽力一战，已经没有退路。然而才一刚刚交手，王强便惊愕地发现，他竟然难以战胜魂阴宗宗主。哪怕得到了众人力量的援助，可是他依然不是魂阴宗宗主的对手。很快的，魂阴宗宗主的龙鳞匕首便击中了王强，这一刀下去，皮开肉绽，连骨头都被砍伤。可见魂阴宗宗主此刻的力道是如何之强。可是这只是一个开始，紧随其后，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很快的，王强便满是伤痕，血肉模糊，化作了一个鲜血淋漓的血人。最重要的是，随着王强被斩击击中，魂阴宗宗主
也是将魂阴魔宫那诡异的暗黑色气焰融入了王强的体内。王强很快便痛不欲生地发出惨叫，气息也是越来越卑微，很快就失去与其纠缠的力量，只能被动的挨打。混账，离我相公远点！见这一幕，赵红哪里受得了，手持祖兵便冲了过去，紧随其后，殷明朝、紫薰衣，包括联盟大军的所有人都冲了过去。这一次过来，他们可是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要么成功灭掉魂阴宗，要么就是他们死在此处。来啊，一起来！我看今日谁能阻我！面对众人的围攻，魂阴宗宗主却是哈哈大笑着，在联盟大军之中穿梭，任凭众人使用怎样的手段，都没有人能过伤他分毫。然而他手中的龙鳞匕首却是如同屠刀一般，不断在众人的身上划过，鲜血飞溅，场面极为的凄惨。这等场面就像是一群小白兔在围攻一群猛虎一般，虽然视死如归，气势汹汹，可面对悬殊的实力差距，却也只有挨打的份。虽然魂阴宗宗主下手凶残，但却也只是皮外伤，却没有斩杀一个人，他只是将所有人都砍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血人。不仅是男子们，就连赵红、紫薰衣等女子们，他也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但是这绝对不只是皮外伤那么简单，因为他那暗黑色的气焰侵入了所有人的体内，整个联盟大军都沦陷了，化作了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连站着力气都没有，似是故意羞辱王强与殷明朝等人。魂阴宗宗主竟用结界之力布置了一个巨大的牢房，将联盟大军的所有人全部关进了那座牢房之上。那牢房就悬在半空之上，非常的惹人注目，又因体积很大，所以下方那密密麻麻的众生也都能够看到这座矩形的悬空牢房。此刻魂阴宗宗主所做的一切可谓是极其的不人道，但是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得到了下方那亿万生灵的欢呼与赞扬。宗主大人万岁！他们这些卑鄙小人就必须给予他们教训才行，这样根本就不能解恨，应当将他们全部杀掉，唯有杀了他们，我们才能安全，我百炼凡界才能安生。更有甚者，居然嚷嚷着让魂阴宗宗主将王强等人直接斩杀掉。王强等人明明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可是此刻他们对待王强以及殷明朝等人就好像杀父仇人一般，那叫一个心狠。明朝是否后悔为这些人而战了？紫薰衣躺在殷明朝身旁，虚弱地问道。我的确后悔为他们而战，但我却不后悔与魂阴宗为敌。我只是看着倒在自己身旁那浑身满是伤痕、浑身是血、已经面目全非的紫薰衣，殷明朝竟然哽咽了。这可是他最爱的女人啊，如今被人折磨成了这个模样，他却无能为力，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自责，却又无力做什么。诸位别急，他们一定会得到惩罚。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想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魂阴大阵的威力。魂阴宗宗主说道。宗主大人，您是要施展魂阴大阵了吗？听得此话，众人顿时大喜，毕竟他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的就是那魂阴大阵，那一座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修为的大阵，这是自然，你们就做好升华的准备吧。魂阴宗宗主说话之间，便捏出一道法诀，随后所有魂阴宗之人的体内都散发出了暗黑色的气焰，直奔虚空，形成了一座暗黑色的大阵。而这暗黑色的大阵，便是那所谓的魂阴大阵，只不过这一次比起当日的小试牛刀，可就更加的气势磅礴。这大阵如同黑色的乌云一般，覆盖了这方虚空，将百炼凡界这亿万生灵全部覆盖在了当中，旋转着，奔腾着。这一幕看上去明明像是大劫降临，可是那亿万生灵不仅没有一丝恐惧，所表现出来的竟然是万分的狂喜，欢呼声、雀跃声自浩瀚人海之中连绵不断的传来。诸位，这魂阴大阵可以帮助你们所有人提升修为，但是有一点还需要你们记牢，魂阴大阵会覆盖你们，融入你们，与你们的灵魂融为一体。等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必须放松自己，心甘情愿的让阵法的力量进入你们的身体，与你们的灵魂融为一体，不能有一丝抗拒，因为唯有这样，魂阴大阵才能将修武之道灌输给你们，否则便等于白白浪费了魂阴大阵的力量，得不到修武之道，便休怪阵法无效。魂阴宗宗主说道，定然不辜负宗主大人的好意。宗主大人快点运转大阵吧，我们已经急不可耐的想要与这大阵融为一体了。是啊，真想快一点感受着魂阴大阵的力量。宗主大人，快开始吧，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记住您的恩情，记住这个伟大的日子。亿万生灵兴奋地呼喊着，迫不及待的想要与那魂阴大阵融为一体。他们真的很激动，可是他们却并没有注意到，在魂阴宗宗主那张已经没有了血肉，只剩下一个骷髅的脸上，却掀起了一抹笑意。那抹笑意是那样的冰冷，是那样的邪恶，是那样的恐怖。放心吧，我会让所有人都感受到魂阴大阵的力量的。魂阴宗宗主此话说完，那魂阴大阵之上便有无数道暗黑色的气焰自那大阵之中延伸而出，笔直的垂落而下，最终落在那亿万生灵的身上。每一道暗黑色气焰都对准了一个人，并且迅速将其包裹，封锁得密不透风。这一刻，就连被困在牢笼之中的殷明仇、紫薰衣、赵红以及王强等人，也是强忍着此刻的伤势，向下观望而去。他们都想要看一看魂阴宗的这个阴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个阴谋的根本所在，应该就与这魂阴大阵有关。很快的，那些覆盖着生灵的暗黑色气焰开始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而那淡蓝色的光芒，凭借殷明朝等人的推断，那淡蓝色的光芒应该就是那些生灵所散发的。因为同样是散发着光芒，可是光芒却有强有弱，强大的光芒应该是修为强横者所散发而出，而那些光芒弱的，则是那些修为稍弱的人所散发而出。忽然之间，那些光芒竟然开始被抽离，顺着暗黑色气焰直接涌现了魂阴大阵。而下一刻，
自那亿万生灵之中，便开始传来痛不欲生的惨叫声，那声音非常的凄惨，就像是遭受着凌迟之刑一般。若是一个人发出如此凄惨的叫声，已是足以让人感到恐慌和不安的话，这亿万生灵同时发出这样凄厉的惨叫声，那种感觉是多么的恐怖，完全可以想象，那是一种真正的末日降临的感觉。百炼凡界近90%的生灵都遭到了生命的威胁，果然有问题，这根本就不是一座能够提升大家修为的阵法，这乃是一座魔鬼阵法。这座阵法正在抽取大家的灵魂。这一刻，被困在牢笼之中的殷明朝等人终于明白了这座阵法的意图。百炼凡界的众生都被骗了，他们来到这里所期待的魂婴大阵根本就不是能够帮他们提升修为的阵法，那是一座抽取他们灵魂、抽取他们生命的阵法。不，呀，那惨绝人寰的声音越来越耳，覆盖了这方天地，就好像整个百炼凡界这浩瀚无垠的土地之上都充斥着这等惨叫声一般，凄厉无比。而与此同时，那些被暗黑色气焰所覆盖的生灵们也是开始努力的想要挣脱，但是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了挣脱的力气，尽管能够看到他们在强烈的摇晃着，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那暗黑色的气焰，他们就只能这样不停的被那魂婴大阵抽取着他们的灵魂，真是太残忍了。这魂婴宗竟然要炼化百炼凡界的众生。这一刻，口袋大师等许多人都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一幕着实是太过凄惨了一些，尤其像口袋大师这种出家人，在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怜悯之色。哼，这些愚蠢的家伙还想我们死呢，谁给他们点好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这样最好，他们是活该，死有余辜，死不足惜。赵红一脸解恨地说道，他可不像是口袋大师那样慈悲心肠，他只知道当他们这些联盟大军为了百炼凡界众生而战的时候，遭到了怎样的背叛，遭到了怎样的侮辱，遭到了怎样的唾弃，承受了怎样的嘴脸。对这些不知好坏的混账东西，死不足惜。而赵红这一开口，则得到了联盟大军大多数人的赞同。如果是在此之前，他们看到这样一幕，一定会痛心，毕竟那可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但是现在，当他们经历过了背叛，经历过恶言相向，见识过那些人的丑恶嘴脸之后，他们没有一丝痛心，他们有的只是解恨。可就在这时，自虚空的远处，忽然传来了刺耳的轰鸣，顺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人们能够看到一缕金光正在靠近。要知道，这片虚空早就被那暗黑色的气焰所覆盖，天地间一片黑暗。忽然间出现这样一缕金光，格外的耀眼。而随着那金光越来越近，那金光所覆盖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广，就如同那是一轮明日一般，再度将这片大地所点亮。那时，忽然间，殷明朝等人神色，因为他们发现那金芒的来源竟是一把剑，一把长达几百米的金色巨剑。这把巨剑金芒璀璨，虽然剑的体积与那遮天蔽日的暗黑色气焰相比，显得弱小不堪，可是这剑却金芒四射，霸气非凡，其所过之处，竟然就连那暗黑色的气焰也在剧烈蠕动，就像是因为恐惧而颤抖一般。最重要的是，在那金色巨剑之上，竟然站立着一个身影。这个人衣衫舞动，长发奔腾，因为那金芒太刺眼，竟然难以看清此人轮廓。但此人此刻携带金光出现此处，就像是末日之中的最后一缕曙光一般，令人心中找到了一抹希望。楚风，快看，是楚风，是我兄弟楚风。忽然，王强磕磕巴巴的大喊起来，血肉模糊的脸上竟然也能感受到他的喜悦。真的是楚风，是楚风，的确是楚风啊！确定是楚风之后，整个联盟大军的所有人皆是狂喜无比，毕竟楚风都是他们在意之人。楚风这个时候出现，能救他们是一方面，但这也告诉他们，楚风没有死，楚风没有事，他们怎能不喜？楚风怎么在这个时候？可是看到楚风之后，魂婴宗宗主则是声音不悦，感到有些棘手。他能够感受到此刻的楚风有多强横。虽然楚风只是一品真仙的气息，可是楚风所踩着的那把巨大的战剑却是非常的强横。最重要的是，此刻的他在全力的催动魂婴大阵，根本就没有办法与楚风交手。若要交手，这座魂婴大阵也必然要停止运转。楚风此刻也注意到了魂婴大阵的情况，可是他却根本没有理会那魂婴大阵，而是径直的向殷明朝等人楚风冲了过来。那远古战剑横空冲来，直接将那座困住殷明朝等人的牢笼给冲散开来。牢笼冲散，身负重创的殷明朝与王强等人竟然都失去了御空之力，纷纷向下坠落。但是他们刚坠落片刻的功夫，便被一层柔和的力量所接住，那是一座结界大阵。楚风用结界大阵接住他们之后，也没有理会魂婴宗宗主，而是盘坐在那大阵之上，继续布置疗伤阵法。半个时辰之后，一座疗伤阵法布置而出，覆盖到了联盟大军的所有人。而这那大阵的治疗之上，原本已经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众人开始恢复肉身，化作了本来的样貌，并且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是减少了许多，就连那涌入他们体内的暗黑色气焰也正在被驱逐。楚风，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死。果然不出我所料啊！王强狂喜无比，明明还很虚弱，可却一瘸一拐地冲到楚风身前，一把搂住了楚风的肩膀，拍着楚风的肩膀，不停地打量着楚风。你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2品真仙，这进步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吧？楚风看到王强这样的进步也很是欣喜。其实此刻的楚风是很庆幸的，别看联盟大军的这些人看上去有些惨，可那只是皮外伤，都不会有生命危险，这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你看，毕竟我是天才。听得此话，王强一脸得意说道，不过兄弟你也不赖啊。王强话有所指，他所说的不赖，自然是因为楚风如今的修为乃是1品真仙。最重要的是，虽然楚风的修为是1品真仙，
可是那受楚风催动的远古战舰所散发的气息，却已经超越了一品真仙的层次，那是一种真正的逆天手段。楚风兄弟，你没事实在是太好了，要知道我们可都担心死你了。此刻，殷明朝以及紫薰衣那些联盟大军的所有人，都是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楚风近前，将楚风团团围住。此刻的楚风出现，不仅告诉他们楚风安然无恙，而此刻如今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更是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虽然楚风是一品真仙，可是楚风此刻所散发的气息，让他们非常的安心。尤其是那远古战舰所散发的气息，竟然比先前的王强还要强大。这种情况说明，此刻的楚风一定是可以与魂婴宗宗主一战的。所以，到楚风到来，他们更像是找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这缕希望的曙光，可不仅有可能解救他们，更有可能让这漫天的黑焰退散，解救整个百炼凡界。